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就有一台时光机，但是你只能回到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你会对自己说一句什么话呢？好样的！2022年1月25号，我的人生最低谷，一份鼻咽癌4期的确诊报告，就像一块大石头，砰的一下，把我原本顺遂的人生砸得粉碎。刚确诊那会儿，我整个人像疯了一样，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我的人生进入了倒计时，我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，我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刀刃上。那个时候我特别笃定，我以后不会再看任何电影，不会再去玩任何游戏，甚至不会跟任何陌生人去交流，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我不会把它浪费在这种没用的事情上面。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就像一根紧绷的弦，因为我想拼命抓住从指缝间溜走的时间。转变来自一个平静的下午，我女儿拿着张纸跑到我面前，小心地说：爸爸，你能教我折那只小青蛙吗？就是我们小时候折的那个。看着她眼里的小小期待，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松了一下。我接过纸，开始慢慢折叠起来。刚折到一半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不是因为难过，而是一种久违的、纯粹的活着的感觉。那一刻，只有折纸的沙沙声和女儿看着我专注的眼神，我好像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。如果人活着的每一刻都要被有用没用给拷问，那活着本身不就是一种煎熬吗？这种珍惜时间跟死亡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和女儿在一起折纸的这段纯粹的快乐时光，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世界。它让我明白，对抗死亡最厉害的武器，不是不能浪费时间在没有用的事情上面，而是我们要勇敢的、热烈的去体验生命的每一刻，把生活本身当做一场充满好奇的大冒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身边有很多无数个盲盒，你要不要去打开它呢？如果你打开它，可能会是一道彩虹的惊喜，有可能突然蹦出来一只小猪吓你一跳，但更有可能开出来的是一个盲盒。但是如果你不打开它，你可能连惊喜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连跟小猪斗智斗勇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，在熬过了9次化疗、33次放疗的地狱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。我要像个小孩子一样，重新瞪大眼睛去看这个世界。我要去拥抱这个世界的不知道，我要去开启77种未知的人生体验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不是为了记录什么，而只是真真切切的去感受我还活着，而且我能活得五颜六色。很多人好奇，哎，你是怎么会拥有这么多人生体验的？其实我只做了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探索自己的热爱，让它生根发芽。我从小就很喜欢折纸，当然在治疗期间，它也是我跟女儿情感的链接。但是这远远不够，我把它嫁接到一个更大的舞台。我报名参加了世界折纸奥林匹克比赛，虽然只拿了14名，但是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，慢慢的生根发芽。慢慢的，我的折纸作品也被艺术馆邀请去参加展览，我自己也成为一名折纸的一个讲师，去到各个地方给小朋友讲折纸。但起初当讲师这个过程并没有这么顺利，我一开始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所有机构应该抢着来找我去教课，但事实不是这样。别人都会问我，哎，你有经验吗？你有教案吗？你有生源吗？我一个3无人员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这也没关系，在我自己也数不清大概经历了多少次和主办活动方的一个沟通之后，终于我的第1节折纸课开了。神奇的是，当你迈出第1步之后，路好像就为你打开了，很多机构就开始主动来找我。我女儿学校的班主任看到我的朋友圈，也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给他们上课。复旦大学也向我发来了邀请。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我被邀请去广西柳州侗族自治县的一所希望小学去上课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生体验盲盒里面就藏着刚刚那头小猪。
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带了60头鲜活的小猪送给那个山区的所有小朋友，所以刚过去的时候，我不仅仅是教他们折纸，我还要帮着他们去运小猪。所以你看，折纸这么一个小爱好，其实它就可以带来很多个人生体验。其实我也想通过折纸这件事情告诉大家，人生就像一张纸一样，就算它被揉烂了，但是只要你愿意，它仍然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作品。我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像个孩子一样，一头扎进新的世界。当你带着好奇的眼光重新去看这个世界，你会发现世界如此的不一样。你会发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，但是特别好玩的事情。寺庙可以去禅修，法院可以去旁听，然后你身边还有很多慈善商店，他们在招募一日店长，电台节目也在招募一些路人去录制节目。这些体验我都一件一件一件去做了。我能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非常好玩。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：赛里木湖都没去过，你的人生白活了。所以刷的一下，我就订了一张机票。你看，彩虹在向我招手。有一个下午，我跟往常一样，在手机上去看有哪些新鲜好玩的事情。突然有一条沉浸式戏剧演员招募信息，他不需要任何的表演专业的背景。哇，一下子我的心就动了。我3下5除2写了简历，直接丢了过去。虽然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但是没几天，我居然收到了面试通知。面试当天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哇，面试周围的里面全是专业的话剧演员。我想完蛋了，我肯定来陪跑了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也无所谓啊，我就当来体验了一次演员面试，也挺好啊。但是惊喜来得很快，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入组通知，然后我接连出演了《Number Seven》和《救河》2部剧。其中有一部剧结束之后，有一个观众上台跟我签名合影，然后当他得知到我的故事之后，他很激动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哇，其实感觉你就像老天爷派的一个人生 NPC，告诉我要珍惜当下。”哇，我自己原本可能一点都没有意识到，我自己在裂缝里种的一束光，真的可以穿透黑暗，在别人的世界里闪那么一下。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些经验也发在小红书上，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人。当然，所以我这么折腾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我的女儿。她曾经像个小太阳，眼里有光。我刚生病那会儿，她2年级。为了不让她担心，我把化疗掉的头发盘成了一个球和她玩。我以为我藏得很好，但是之后我才知道，其实她都懂。她看到了我的脆弱，她感受到家里的紧张。他配合的笑声背后是憋着的难受和害怕。他的懂事就像一根针，深深的扎进了我的心。慢慢的，他的世界暗了，他变得小心翼翼，变得不再说话，就连去洗手间都要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爸爸，你能陪我吗？我怕黑。”那一刻，我就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成为一束光，重新照亮他的世界。爸爸刚生病那会儿，我非常害怕。我说我怕黑，其实是怕爸爸像灯一样，啪的一下就灭了，再也亮不起来。后面爸爸出院回家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不再仅仅忙于工作，他开始做一些可能没有什么用，但是能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。他拉我一起去看他演的戏，和我一起折纸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今年5月25号，他说他3岁了，因为那一天是他结束治疗后的3周年。我们一起去武康路街头举办了一次生日派对，我们准备了77朵花，送给路过的陌生人，还请他们在 KT 板上写下生日祝福。当我送出第77朵花的时候，灰蒙蒙的天突然之间就亮了。我拉着爸爸的手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有光哎！”是啊，宝贝，
只要我们愿意抬头，光就在那儿。我在生命裂缝里拼命种下的那点光，终于重新点燃他眼里的星辰大海。这比所有的药都管用。它让我彻底相信，在泥潭里，你选择热烈的活着，不仅能把你自己捞出来，也能把你在意的世界一点一点点亮。回看这段路，癌症递给我的盲盒，无疑是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缝。正是女儿递来一张纸，照亮了当时被倒计时困住的我。于是，我选择拥抱那些没有用但是鲜活的体验。我伸手去拆开一个个人生盲盒。我从病床上重拾折纸梦，到把它变成照亮孩子折纸课；从一头扎进陌生的戏剧世界，到街头去和陌生人分享花朵。这些行动，这些链接，把我一点一点从我们的世界里，从黑暗里捞了起来。人生在低谷里还能活出如此精彩的秘诀，不在于你躲过了多少坑，而是在于，当你掉在坑里，你还愿不愿意有那份好奇感，敢不敢为了那份纯粹的活着的痛快，去浪费点时间，亲手拆开下一个人生盲盒。所以现在问问你自己，你愿意为了生活活着的这份新鲜感去拆开哪个小盲盒吗？也许去学一首新的歌，也许去捣鼓一个新的菜，也许对你身边的一个陌生人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。不要去在意值得还是不值得，不要去害怕开出来的盲盒是小猪还是空盒，关键是你打开的那一下，你选择了好奇，你选择了体验，你选择了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精彩的人生。记住，黑暗最害怕的不是口号，是微光。你在你生命里种下的那一束光，不仅能点亮你自己，也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成为别人摸黑前行时的一点点希望。此刻就是你的时光机，抬头去成为光，行动去成为光。就从现在开始，在你的生命裂缝里去抓住你的光。谢谢大家。